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坑坑。柯南已经连载了24年，24年间不断有人发现柯南的真实身份。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年知道柯南真正身份的那些人。本片大致按照柯南真实身份被曝光的时间顺序整理，快来一起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吧。1. 阿笠博士是最早知道柯南身份的人，在 TV 第2话中，新一变小后寻求阿笠博士的帮助，后面也就成为了柯南雄厚的物资补给仓，为柯南提供了大量的高科技产品，要啥给啥。可以说没有阿笠博士，也就没有名侦探柯南。2到3，工藤优作和有希子，亲爸亲妈不知道才奇怪呢。在 TV 43话江户川柯南诱拐事件中，两人易容后扮演成黑衣组织分子吓唬亲儿子，伪装成人贩子接儿子去国外也是绝了，结果被柯南发现是自己的父母，其实是阿笠博士把新一变小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柯南父母，接儿子远离是非之地。不过新一为了小兰还是没有一走了之。4. 服部平次在 TV 57话福尔摩斯迷杀人事件中，柯南控制不住自己的侦探之魂，疯狂推理案件，毛利大叔不在，只能拿针戳聪明绝顶的服部，这不是撞枪口上去了吗？最后服部佯装要把一切猜想告诉小兰，才逼柯南亲自承认真实身份。5. 宫野明美在 TV 128话黑暗组织11元抢劫事件中，组织成员宫野明美以抢劫犯的身份登场，但是却被秦九摆了一道，重伤之际，柯南向明美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其实这点是有点奇怪的，柯南只知道明美抢劫犯的身份，面对一个非组织成员说出秘密，而且是在等救护车来的时候，并非对一个必死之人说出秘密，有违常理。这一段73还是缺了点合理性，不过不这样质保就没有理由背叛组织，柯南的世界里就不会出现灰原哀了吧，秀一也不会报仇了吧，就当是剧情推动需要，大家强行合理了吧。6. 灰原哀从小哀的出场顺序来看，明美的死就是为了让灰原哀登场。灰原哀作为药物的研发者以及体验卡使用者，在 TV 129话大学教授杀人事件中，因亲姐之死背叛组织而被追杀，结果也被阿笠博士所救。阿笠博士是什么运气？之下 APTX4869 身体变小的总共就那么几个人啊，一下收了2主角，阿笠博士家就是药物后遗症患者收容所吧。7. 贝尔摩德作为新一妈妈的闺蜜，以及疑似服用过第1代 APTX4869 的组织成员，不仅见过小时候新一的照片，还伪装成柯南学校的医生给柯南做了身体检查，不知道才奇怪了，应该是在做了身体检查后就知道了柯南的身份，并且在 TV 345话与黑衣组织直面对决满月篇中摊牌。8. 基德于1999年发布的民科第3部剧场版《世纪末的魔术师》里，怪盗基德化妆成白鸟警官观察柯南的行动，柯南在厕所里与阿笠博士联系都被基德看见，通过观察知道了柯南就是工藤新一。最后柯南就要向小兰吐露真相的时候，基德扮演成工藤新一帮柯南掩饰了真相，逃过了小兰的怀疑。9. 泽田弘树于2002年发布的民科第6部剧场版《贝克街的亡灵》中登场，10岁的天才少年，是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。诺亚方舟是弘树研发的人工智能程序，这个程序可以破译人大脑组织细胞中的记忆。死神小学生由于查案需要，体验了一把之后，弘树莫名其妙地说了句谢谢你父亲帮助了我父亲。其实弘树的父亲和工藤新一的父亲是世交，柯南哪有啥父亲，说明弘树肯定是通过诺亚方舟知道了柯南就是工藤新一。10. 伊东未彦是2006年发布的第10部剧场版《侦探们的镇魂歌》中的犯人，通过指纹发现柯南就是新一。柯南坐的椅子上有指纹的识别装置，通过比对指纹，电脑告诉伊东指纹的主人就是工藤新一，所以后来联络时的第1句话伊东叫的是工藤。柯南立刻以变声器回答，不过因为眼睛看不到的关系，一路上伊东都把柯南直接当作工藤，但伊东在快昏过去的前一刻，柯南用了小孩子的声音，他只是感慨了一句工藤新一的声音竟然如此稚嫩，至于在他心里是否做了相应的推测不得而知。11. 本堂英佑是毛利兰班里新来的转校生，父亲和姐姐都作为有身份的反黑党，弟弟的智商肯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他第一次看见有这么聪明的小孩就怀疑，加上毛利大叔的推理能力突然飙升，一直就暗暗调查柯南的来历，不过一直不敢确定。之后在 TV 508话卡拉 OK 包房的死角中，利用柯南的软肋小兰成功炸出柯南身份，英佑说准备向小兰告白，并带他去美国，让柯南转告工藤新一，结果柯南忍不住自爆。12. 爱尔兰是在2009年第13部剧场版《漆黑的追踪者》中出现的黑色组织成员，
是第3位通过指纹比对知道柯南就是工藤新一的人。因为秦九当年杀死了自己的养父皮斯考，所以两人的关系也不咋好。知道柯南的身份之后，他本来想把这件事情报告给秦九，谁知秦九有些不耐烦，爱尔兰也有了点小脾气，加上在柯南的感化下，一直都没有将这件事情说出去，结局为了保护柯南而壮烈牺牲了。13. 赤井秀一。秀一在诈死之后，以冲时髦的身份被安排住进柯南家。秀一本以为柯南只是个聪明异常的小屁孩，但是在 TV690话工藤优作未解决的事件中，小兰打电话给新一，柯南躲去卫生间用变声器接电话，秀一一脸我什么都知道了的表情，还直接说得对吧，高中生侦探工藤新一。在 TV862话于17年前一样的现场的片尾中，秀一问柯南是不是可以谈谈关于他的事情了，柯南说这个以后再说吧，先解决案件。所以秀一也是知道柯南真实身份的。14到16，世良真纯、羽田秀吉、赤井玛丽一家人也就不分什么先后了，一个知道了，其他的2个自然也就知道了。世良一出场就知道柯南的真实身份，因为10年前曾见过新一，要是说10年了，谁还能记得自己幼儿园的同学长啥样啊？但是民科里面的人，除了凶手，好像谁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何况爹妈都是军情6处特工，这点本领73应该还是会给他的。如果说对世良的记忆力存在怀疑的话，还有在 TV745话嫌疑人是金吉真理，世良真诚怀疑柯南的身份，发信息给他的二哥羽田秀吉。秀吉在看到柯南的照片后说了句是他的话没有问题，毕竟秀吉也是在10年前见过柯南的。说世良不记得也就罢了，我不信秀吉也不记得。秀吉身为天才棋手、七冠王，记忆力贼好，推理能力贼强。此外还有林妹在 TV919话灵魂侦探凶杀案的后篇中，林妹捡到柯南的变声器，发现柯南经常用新一的声音，后来还让世良小心，说那小子已经不是10年前的那个小子了。这一家3口应该是早就知道了。17到20，鲁邦三世、风伯二子、次元大介、石川武右门卫，这几位是日本传奇动漫鲁邦三世中的侠盗。在民科的联动篇鲁邦三世 with 名侦探柯南中，鲁邦三世扮演成毛利小五郎，差点被柯南麻醉。这一帮了解警方内务的高智商襄阳大盗，柯南这点小手段被发现，加之新一的失踪伴随着毛利大叔的声名鹊起等因素，四人连怀疑都没有怀疑，直接判定柯南是新一。21，阿郎史密斯是鲁邦三世和民科的第2次联动，鲁邦三世为名侦探柯南中的角色，史密斯绑架了鲁邦三世战友风伯二子，要求鲁邦三世盗宝石，作为考验鲁邦的手段。这么大的盗窃案，柯南肯定卷入其中，结果被挟持。一个小男孩能熟练的操作飞机系统，还能让鲁邦和 FBI 停手联手救他。史密斯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，对柯南的身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。临死的时候还在心心念念地问柯南，你到底是谁？柯南直接坦白，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得到柯南亲口承认的角色。除了他，还有阿笠博士、宫野明美、服部平次、本堂英佑。阿笠博士主要是博士的身份，高知识分子可能会解决身体变小的问题，加上物资需要，是最好的求助对象。服部平次和本堂英佑都是因为小兰没办法而自曝身份，宫野明美和史密斯都是在将死之际柯南对其坦白身份，可见新一对小兰是真爱啊。坑坑再次高举蓝星大旗。以上就是坑坑觉得知道柯南真实身份的21个人，你们还觉得哪些人知道柯南的真实身份呢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接下来坑坑还会给大家继续带来主线梳理以及剧情讲解哦，别忘了关注、订阅、点赞哦，拜拜。